大冒险后，死对头输给我1个月的睡前牛奶，我却突然听到他的心声。宝宝真可爱，嘴唇粉粉嫩嫩的，不知道今晚受得重吗？慢点喝，慢点喝，没人和宝宝抢，也不知道这药够不够猛，怕宝宝半夜醒来哭不停。不过就算宝宝哭着求我也不会停下来的。我正端着牛奶杯的手一顿，而坐在我正对面的李思正一脸不屑，语气寒霜。不过是输给你1个月的牛奶，你别太得意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听到他铺天盖地的心声。宝宝喜欢高冷强制的，别露馅，冷静。No， 宝宝唇边漏了牛奶，想帮宝宝擦干净。宝宝的手腕好细，想拧断。宝宝的腰也好细，想掐断。我头晕眼花，感觉要失去意识了。听到第一声说话声时，我差点以为出幻觉了。什么怪里怪气的声音，像变态。于是我接着喝牛奶，不得不说，这李斯准备的牛奶就是甜，也不知道加了什么料，甜腻腻的。我咕咚2口杯子，直接见了底。慢点喝，没人和宝宝抢。我擦，要来，闹了鬼了！我挠挠头，环顾整个宿舍，除了我就只有李斯了。今晚大壮和二壮2人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刚玩几局大冒险人就都跑了，没意思。我刚准备问李斯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的时候，怪调子突然又来了。也不知道这药够不够猛，怕宝宝半夜醒来哭不停。不过就算宝宝哭着求我也不会停下来的。我正端着牛奶杯的手一顿，牛奶有料。李斯，我擦，这孙子果然想害我，明天就是体测，这孙子绝对是怕我抢他1000米第一的名头。李斯，你特么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把杯子丢桌上，直接一把拎起李斯的衣领，还拎不起来。丫的，这孙子仗着自己1.9米，老子搬不动他，居然连个眼神都不给我，还冷言冷语。牛奶已经赔给你了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过是输给你1个月的牛奶，你别太得意。李斯说话永远一副欠样，听得我心里痒痒，拳头也痒痒。明明输了我1个月的牛奶，还敢这么得意，想揍他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听到了铺天盖地的怪调声。宝宝喜欢高冷范的，别露馅，冷静。我去，我偷瞄眼李斯的薄唇，这孙子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款的？宝宝唇边漏了牛奶，想帮宝宝擦干净。宝宝的手腕好细，想拧断。宝宝的腰也好细，想掐断。不对劲，1分不对劲里有10分的不对劲。我一瞬不瞬地盯着李斯的脸，跟有谁欠他2万8似的，但余光却悄咪咪地往我这偏。难不成我刚刚听到的那些话是李斯的心声？我擦！宝宝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是药效发作了吗？吓得我急忙把眼神转到脚上的拖鞋。宝宝为什么不看我了？是不爱我了吗？一顿头脑风暴后，我面露恐惧，就连拎着李斯衣领的手都在颤颤发抖。如果我听到的声音真的是李斯的心声的话，这特么的我碰到了变态舍友啊！不行不行，李斯常年泡在篮球队，打是打不过他的。想跑，但腿软，感觉身体也不听使唤了。我硬挤出笑脸，把手收回来，一屁股坐到凳子上，假装无事发生，开始思考如何保住我的清白。得给宝宝买个屁垫了，怕宝宝受冷。可是李斯这孙子不是讨厌我来着，连个好脸色都没给过我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觉到脑子越来越混沌，我决定先去厕所洗把脸。没想到脚下一个踉跄，我堂堂1.8米男子汉大丈夫江毅居然摔倒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李斯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走来。宝宝摔倒了，是药效发作了吗？幸好我在。宝宝等等，我马上就来解救宝宝。听着李斯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心脏也在扑通扑通地跳动着，仿佛要钻出身体一般。李斯，你别靠近我！喊出这句话后，我眼前就彻底黑了下来。第2天，我2眼还没睁开，嘴里就被人塞了个包子进来。江毅，儿子，起床了。体测1000米都特秒迟到了，还跟他睡得流哈喇子呢。大壮一边巴巴一边把我从床上薅起来，真不知道昨晚上干什么去了，睡那么死。一瞬间，我立马从床上蹦起来。对，我的体测1000米。我麻溜地从床上滚下来，生咽2口包子就咳得不成样。干，太干了，跟昨晚上张嘴喘气了似的。还是喝了桌上2口牛奶才缓了过来。不仅如此，我怎么感觉自己跟被人打了一样，腰酸背痛的，连手都酸兮兮的。我扭扭肩膀，丫的，宿舍床板真硬。大壮，李斯那小子呢？不知怎么的，脑海里总是一帧一帧地闪过李斯的脸。不晓得，我们早上回来了的时候就没见他在，就刚刚回来了一会又出去了，神神秘秘的。大壮边啃包子边说道，估计是昨天晚上大冒险输给你了，不服气呗。对了，大冒险，脑海里突然闪过昨天晚上的画面。大冒险后，李斯输给了我1个月的牛奶。然后呢？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，李斯这小子到底有没有给我牛奶喝？想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想起来，总觉得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。奇怪，真奇怪，好像是昨晚上做了一个十分怪异的梦，但梦里的内容又是啥呢？大壮歪着头看我，满脸八卦。江毅，想什么呢？二壮也凑过头来，贱兮兮地说道：江毅，昨晚上我们走后，你俩没打起来吧？我连忙摇头，切，李斯那小子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让他2只手都打不过我，那你嘴角咋破了个大口子？二壮笑得一脸狭促，难不成是李斯那小子趁我睡着报复我？我走到镜子前一看，好家伙，不仅嘴角破了个口子，下巴还磕了个大红印，脖子也多出了7、8个大包，前胸后背腰间更像是被人用降龙18掌打了一样。丫的，怪不得我一觉醒来不是这疼就是那酸的，原来是李斯这小子在背后搞鬼。李斯这孙子一定是害怕我抢他体测1000米第一的风头，故意在体测前放蚊子咬我，还按下黑手打我，想影响我发挥。过分，太过分了！找机会我一定得报复回来。江毅，你小子昨晚上也不老实啊！二壮一脸怪笑地盯着我看，我顺着二壮的眼神往下看，
可恶！连忙跑去厕所换了内裤，又洗了个澡，这才感觉身上舒服多了。刷牙洗脸后，我便和大壮二壮一块去操场排队，准备测1000米。可没想到，在一旁计时的居然是李斯。看见李斯，我下意识的就后退了2步，躲到大壮身后。后退后，我又意识到，凭什么？应该是李斯见到我就跑，毕竟他可是对我做了不少亏心事，还真以为我会忍气吞声，跟他装好舍友。哼！我挠挠脖子上的蚊子包红印，大摇大摆的走到李斯身旁，凑到他耳朵根：“李斯，你小子死定了！我抓到你把柄了！”没想到李斯充耳不闻，连个眼神都不给我。哦哟，装的哟！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新一轮的好学生奖学金评定就快要开始了。要是在这时候我去和老师举报李斯这孙子，趁我睡觉的时候放蚊子咬我，还偷偷扇我巴掌，他这奖学金是死翘翘了。于是我摩拳擦掌，在李斯的耳后跟咬牙说道：“李斯，昨天晚上的事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的，要是不想让……”闭嘴！没想到李斯反应那么大，瞪着大眼回头，捂住我的嘴，勒着我的脖子，就把我一路拖到大树后。我推搡着李斯，最后干脆一口咬在他手上。李斯，你干什么？拉拉扯扯，你很怕我把事情说出来是吗？敢做不敢当。切！我吐了吐咸湿的舌头，又不解气，干脆一脚踹上李斯的膝盖。没想到李斯居然一把抓住我的脚踝，指尖的凉意从我脚踝一直往上窜。我缩了缩脚，挪动身子。完蛋了，刚刚情绪激动上头了，都忘记了这孙子平时可是个凶神。李斯该不会是要打扁我泄愤吧？李斯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畏畏缩缩地说出，毫无刚刚的英雄气概。鞋带松了。李斯面色冷静地瞅了我一眼，就松开了我的脚踝。给你系鞋带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我松了口气。看来李斯是真的很在意奖学金的事，居然不惜屈尊给我系鞋带。又想到李斯平时在我面前那副不可一世、高高在上的高冷样，给我系鞋带，哼哼，系吧。我大大咧咧把脚往前面一伸，没想到李斯居然还单膝下跪给我系鞋带，吓我一跳又一跳。系好鞋带后，李斯站起身了，看着面前比我高半个头的人，我清清嗓子后退半步。看着鞋带的份上，昨晚上的事我就暂且不说出去了。还有吗？李斯双手下垂，一副紧绷的样子。还有什么？我转动脑子想了想，李斯，你送的牛奶很不错，作为对我的补偿，那你再送我1个月的牛奶。没了。没了。我瞥了眼李斯，明显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。刚要走，李斯却拽住我胳膊，把我拉回来，冷着嗓子又犹犹豫豫的。那昨天晚上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回想昨天晚上，虽然被蚊子咬了挺多包，但不痛不痒，还行吧，就是起来石头有点晕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没什么事的，咱又都是舍友，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我拍拍李斯的肩膀。那今晚你还要吗？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李斯的今天怪怪的，牛奶肯定每天晚上都得喝。要，肯定要。李斯犹豫了一下，白皙的脸上泛起了微红，踌躇道：好，你喜欢就好。说完，李斯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挠挠头，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，可又说不上来。每晚喝下死对头输给我的加量牛奶后，身上莫名出现的痕迹和消失的记忆，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？刚回到赛道边上，大壮二壮两人就立马凑了过来。大壮撞了撞我的胳膊，一脸八卦：哟，江毅，你啥时候和李斯那么好了？你俩不是一直势如水火吗？你懂啥？我捶开大壮，我已经牢牢抓住这孙子的把柄了，以后，嘿嘿嘿。一想到以后李斯这孙子以后都唯以我马首是瞻，爽。而正对着我们走来，准备收身份证的李斯，眼神又变回冷漠到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身份证一板一眼，连个手都不愿意多伸过来。二壮在身后戳我，刚刚一定是我和大壮的幻觉，你俩还恨着？靠了！我盯着李斯的背影，这是江湖失传已久的变脸术吗？明明刚才还对我脸红来着，奇怪，真奇怪。揣着一肚子疑问，跑完1000米我累得要死的时候，李斯又递了过来一瓶水。校医是免费领取的。给完，人又挺着背走了。擦！我瞅着李斯的想了想，懂了，一定是超怕我告发他，同时又对我心怀愧疚，又不好意思在人前跟我道歉，所以才别扭扭的。于是我决定做最先迈出那一步的人，大方走到李斯面前，把水递给他。你也辛苦半天了，你喝吧，都是兄弟，咱直接谢。说完便拍拍屁股，深藏功与名，走了。完全忽视了身后的人，紧握手中水瓶，强压下眼中的情绪，薄唇也被自己主人绷得很紧。夜幕降临，我正和大壮二壮在宿舍里开黑时，李斯就回来了。大壮在游戏里暗戳戳地说道：才9点，李斯咋回来了？靠，又不能玩了。李斯是一个对睡眠要求近乎严格的人，要求10点宿舍必须关灯睡觉。果不其然，李斯刚洗完澡出来，就站在浴室门口，一副凶神模样，无声无息地催促着我们。我和大壮二壮3人拖拖拉拉收拾着东西，而大壮二壮2人一口一个，你先洗，你先洗，你先洗。说着说着，就2人一起挤进同间厕所去了，真是一点都不谦让。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宿舍只剩下我和李斯了，大壮二壮2人又不知去向了。我边擦着头发边往外边走，李斯，咦，人脸。刚一回头就发现李斯正拿着我的脸盆子从厕所里出来，盆里边还装着我刚换下的脏衣服。我问李斯，你要干什么？给你洗衣服。哦，应下这话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，李斯给我洗衣服，吓得我连忙把洗衣盆从李斯手里夺回来。虽然你小子欠我挺多的，但也不用这样，怪吓人的。没想到李斯固执地夺走洗脸盆，看都不看我。牛奶已经为你准备好，放在桌上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洗完衣服就来。我看了眼桌上的牛奶，还冒着热气，心想想还是得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行吧，看在你小子那么有孝心的份上，成全你了。我擦完头发，又蹲在椅子上玩了会手机后，便把牛奶咕噜噜喝完了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李斯这人不咋样，但这牛奶是真甜啊，
见李斯已经还在洗漱台那边搓衣服，搓得手上的青筋都爆起来。我的衣服有那么脏吗？不过这也算他认真对待我的衣服了。就看了李斯，我突然想起每年新生开学的时候，李斯都会去校门口迎接新生，给新生搬行李。每年都被一堆学妹挂上表白墙，号称人夫感学长，求企鹅号、绿泡泡号的学妹们数不胜数，甚至有些都找到我和大壮、二壮来了。可惜都没夹着李斯，为此我和大壮、二壮甚至怀疑李斯是不是同。可当隔壁宿舍的男妹子扭着腰过来的时候，李斯愣是把男妹子揍出了廉颇的哭声。至此，李斯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同志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。嗨，神秘的单身狗！我收拾收拾便躺床上去，准备睡觉。望着床顶开始数星星，1颗星，2只羊，3颗星，4只羊，20只羊的时候，意识就开始模模糊糊。这熟悉的模糊感，好像在哪感受过来着。我保留着最后一丝理智，躺在床上冥思苦想，同样的感觉在那感受到过。啪的一声，宿舍2盏灯都暗了下来。吱呀吱呀，刚想吐槽这宿舍床啥质量，我就发现自己的床怎么有点抖动。然后李斯的头就这么从床尾那冒出来了，头上还顶着深色床帘。李斯刚刚进来半个人，整个床铺就已经拥挤的不行。眼看着李斯的头越来越近，我回过神来，靠，你特么的上我床干啥？没想到李斯一晃眼，直接就到了我的肩头，双手紧紧的抱着我，别扭着开口：“不是宝宝叫我直接吗？宝宝是觉得这样还不够直接吗？”我一口老血差点就从口腔里喷出来，脑袋也在嗡嗡嗡的作响。宝宝，李斯居然叫我宝宝！波儿，李斯，老铁，你先放开我。宝宝不喜欢我这样吗？果然宝宝还是更喜欢高冷的我，可我忍不住了。李斯的头从我的颈窝处抬起，我这才发现，往日高冷到只用鼻孔看我的人，脸居然红得不成样子，湿热的呼吸不停地喷涌在我的脸上。宝宝，现在就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什么？我脑袋有点懵，根本不知道李斯究竟想做什么。宝宝别怕，不会伤到你的。李斯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挺拔微凉的鼻尖划过我的脸颊。昨晚上不小心弄破了宝宝的嘴唇，是我不好。今晚上我们换个地方好吗？一个恐怖的想法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。李斯是同，李斯居然是同，还特么的同上我了，而且现在就在我面前捅我。哎，我去了！由于我反应过慢，伸手挽救自己的时候，就只抓到了我裤头的边边，很快又被抽走了。宝宝别担心。李斯说话的声音又缓又撩，我不禁红了耳朵。李斯，你特么喜欢男的，也不能拿我开刀吧？咱好歹也是一个宿舍的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，你也是知道的吧？我鼓起勇气把话说完，床帘里原本还暧昧的氛围一扫而空。李斯一顿触摸我的手，肉眼可见的僵硬起来。你不喜欢了吗？我擦，我特么好歹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啊，我喜欢自己被这是。你今天早上说的，你很喜欢昨天晚上，你今晚还想要？宝宝，你今早是在骗我，对吗？最后话音落下，我感觉李斯落在我腿脖子上的手力道陡然变大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总觉得李斯说这话威胁意味满满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我小心翼翼扯过床边的毯子盖在身上，我以为你今早说的喜欢和想要是牛奶来着，那牛奶还挺好喝，我才想要。是你自己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是我理解错李斯的意思，天塌了。李斯坐在床边不声不响，但我总感觉自己被盯得刺挠得很。不对，我脑海里晃过一丝念头，李斯说我很喜欢昨天晚上，我还想要。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难道不是牛奶，而是刚刚他想做的事？卧槽！我突然感觉自己受到了某些非人的遭遇，无数的画面涌入我的脑海中。李斯正在我不注意的角落里盯着我喝牛奶。慢点喝，慢点喝，没人和宝宝抢，也不知道这药够不够猛，怕宝宝半夜醒来哭不停。宝宝射到了，要抱抱。李斯把我公主抱在怀里，轻轻地颠了颠。宝宝好轻，更加逃不掉了。紧接着就是各种高清无码的画面，李斯的唇时不时地划过我的眼皮子，到最后李斯艳足地把我抱在怀里。宝宝对不起，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每天看到宝宝在我面前走过，我难受，我忍到发疯发狂，可我怕宝宝知道，宝宝知道了会逃的，宝宝一走我就找不到宝宝了，没有宝宝的日子真很难受。宝宝对不起，宝宝对不起，求宝宝不要讨厌我，宝宝宝宝。李斯把我搁在颈窝里，深情又执拗。我突然想起大一时隔壁宿舍的那个男妹子也缠过我一段日子，说什么我进可攻退可守，把我吓得半死，直接就搬到了外面住，直到隔壁男妹子找着她男朋友后才敢搬回来。原来李斯是因为这个才不敢对我表达心意的。不对，我狂甩脑子，把这些不良画面甩出脑子里。可是那天晚上李斯的唇好像软软，那种感觉我怎么感觉我也有点喜欢呢？呸！我一个猛劲从李斯的手中挣扎出来。李斯，我们现在这样是不对的。黑暗中传出一声讽刺至极的嗤笑声。我知道我做错了。又沉寂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李斯不会再说话，会直接把我撕碎灭口。可李斯只是抬了抬手，把压在他膝盖底下的毛毯扯出来盖在我身上。对不起，我会尽快搬出去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再发生了。说完李斯就爬下床，吱呀一声，宿舍门开了又关。我也平复好心情躺了下去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我以为自己会很生气很害怕，甚至是愤怒到要和李斯干仗，可是都没有，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甚至还有点难过。我坐起身来给自己的脑门来一掌，江毅睡觉。当我能听到死对头每晚在牛奶里下药的心声，并发现身体渴望他危险的触碰时，我该如何逃脱这场精心设计的甜蜜陷阱？于是11点的时候回忆开启，大一开学时候行李箱掉轮了，有位同学帮我扛的行李箱到宿舍，是李斯。大一军训时低血糖倒地不起，有位同学扛着我的去校医室，又给我买了14天的早餐，是李斯。那会子我和李斯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，
常常一块下馆子打球打游戏，直到我被隔壁宿舍男妹子吓到断魂，立马外宿。再搬回宿舍的时候，李斯就对我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了。一堆和李斯有关的事一股脑的全涌出来，怎么忘都忘不掉。靠！第二天我是顶着2个黑眼圈去上课的。大壮二壮2人迟到，偷偷摸摸的从后门溜进来，好险好险，差点没赶上。我嗯了声，没睁眼，直到老师点名，点到我的时候，我才勉强举了举手。排我学号后面的就是李斯，一想到李斯，我脑子就都炸了。李斯到了吗？老师一连喊了2声，都没人应答。李斯居然没来上课，真是罕见。大壮二壮2人在我耳边小声说道。我悠悠地睁开眼，环顾四周，李斯果真没来，心里说不上的烦闷。往后1周，我都没在学校里见过李斯的人影，连往日里我最爱吃的鸡腿都不香了。正躺在床上发闷的时候，宿舍门被推开了，我以为是大壮二壮回来，便随手把刚换下的衣服往床边一放。壮儿，帮我把衣服放盆里。没想到手抓着衣服好一会都没拉扯干。壮今天跟我玩高冷了是吧？我从床上坐起身来，刚准备开口，就看见李斯正提行李箱在衣柜旁，四目相对，有点尴尬。我踌躇着开口，你要搬出去啊？说完才发现我就是个傻子，人早就说要搬出去了。李斯闷闷地回了声。我抓抓头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，有苦说不出，难受。看着李斯的背影，白色的体恤进了汗，透出若隐若现的背肌。每收一件衣服，手掌的青筋就会凸起。靠！我酝酿好情绪，其实你也不用搬出去的。小义子，你爹我回来了。大壮二壮破门而入，外面可真热乎，出汗跟下雨似的，黏糊。嘴角扬起的微笑就这么硬生生被打断了。靠！看见李斯，2人又闭嘴看着我努努嘴。我瞪着大壮二壮，恨不得把2人瞪死。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李斯收拾东西的速度很快，几件衣服收进行李箱便走了。宿舍恢复安静，我坐在床上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小义子，吃鸡腿不？大壮把鸡腿凑到我床边，见我脸色不对劲，便也走开了。算了，出去吃个火锅得了，没什么是吃的解决不了的。于是我下楼，刚走到宿舍门禁，就看见李斯站在那儿，面前还有一个抱着花束的女孩子，满眼羞涩地看着李斯。我心里默数着数，按以往不到10个数，李斯就会拒绝并扭头走掉。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太多了。可没想到，下一秒周围一圈人就爆发出巨大的欢呼。我靠，李斯居然接下花了！救命，这可是我们学校最帅的校草啊！好帅，好美，绝配，不绝于耳。够了！靠！我冲破人群，一把抓住李斯的手，跟我走。没想到李斯居然原地不动，冷眼看着我。有事吗？旁边一圈圈人更是瞪大着疑问的眼睛看我。我这才发现，我靠，我干了什么？现在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直到面前的小学妹说道：“这位学长可以给我们拍张照吗？照片会放到招生简章上哦。”我愣住，机械扭转眼珠，所以刚刚只是在拍招生简章的照片吗？不然呢？你在想什么？一旁的李斯冷不丁的开口，语气里还有几分好气，僵硬的扯出几个笑脸，配合拍完照后，嬉闹的人群散开，只剩下我和李斯还站着原地。李斯扯动手中的行李箱杆，我该走了。李斯走，我也走，就跟在他后面。靠，不是说喜欢我吗？都这样那样的，他怎么舍得抛下我？靠，不负责。靠，怎么还不回头？靠，回头啊，看我。靠，其实最后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，感觉再不说话就要憋到爆炸了。李斯，你先别走。我伸手去抓李斯的手臂，天热手滑，不小心抓到李斯的手了。想说什么？李斯低着头看我。输给你的牛奶我会托人带给你，如果你觉得不够，你说你要什么我都配给你。我低着头，总感觉嘴里含金了，说话声音也不自觉地压低了。其实你可以不用搬走的，我没想让你搬走。可李斯好像听不见，没回我。我犹豫着要不要再说一次的时候，就听到头顶传来嗯的一声。你不走了？我没忍住抬头，却发现李斯居然是笑着的。靠，是套路，小爷的脸都要丢尽。江毅，你是不是怕我走？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咚的一声，好像有人在我的心里猛敲了一锣鼓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李斯的呢？大概就是大姨那会，我们常在一块玩，吃的喝的从不分开，就连衣服也是混着洗的。李斯这人就是特会照顾人，照顾着我就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了，总想往他那贴，眼神也直觉地跟着他的背影走。看到学妹和他表白的时候，心里也是酸溜溜的，怕自己往后没人陪了。心里1800个想法环绕在我的脑海里，于是我决定去网上花9块9填一个恋爱问卷，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爱上一个人。问卷结果爱了，那人还是李斯。我对着问卷结果就是180个，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假的吧？于是又花19块9做了个进阶版的，我真爱上李斯了。嗨，花了一个夜晚我就接受了自己爱上李斯这事，并且接受我弯了的事实。原本我就打算安安静静暗恋4年也没啥，但当隔壁宿舍那个男妹子来表白李斯拒绝她时那个凶狠决绝的表情，还有说话态度，我至今想起来都发怵。我怕极了，只好把爱意深埋心底。可现如今，算了，我心一横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是喜欢你，那又怎样？靠，你不是也喜欢我吗？我瞪着脚下的地，恨不得用眼神把地挖穿了。不敢看，我现在肯定脸红到后脖子根了。江毅，我是喜欢你。李斯的话停顿在了半空中。所以2个互相喜欢的人应该在一起。江毅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猛地抬头，李斯眼里笑意浅浅，连嘴角的弧度都弯得那么好看，像极了我偷偷亲他的那天晚上。原本就抓在李斯手背上的手被我轻轻收紧，俩大男人搞什么深情？我早说过了，我喜欢直接的。宝宝说的对，我倒听宝宝的。
无数个黑漆漆的夜晚，其实李斯大可不必那么听我话的，毕竟他猜得很对，我喜欢高冷强制的。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大壮二壮看着李斯发来的999红包，发出尖锐报名。